当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逮捕到美国受审的时候，很多移居海外的委内瑞拉人却欢天喜地地庆祝本国总统倒台，因为在马杜罗10多年的统治之下，委内瑞拉的通膨率一再创新高，甚至曾经达到13万这个离谱的数据。明明国家被搞到民不聊生，反对派也好几次争取政权轮替，为什么马杜罗还能掌权这么久？这一集让我们来了解马杜罗是利用哪些手段把整个国家牢牢控制在他的手中。如果喜欢我们的人物故事，欢迎你现在就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50万订阅就差你一个哦。在马杜罗被抓到美国之前，其实有一段奇特的崛起过程。他原本是一名公车司机，同时也是对社会运动很热心的工会领袖。不过，平凡的生活却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而改变。这个人就是查韦兹 ，A.K.A. 前任委内瑞拉总统。1990年代的查韦兹还只是一名发动政变却失败入狱的年轻军官，但是查韦兹减少贫困、推动平等的理念让马杜罗很有共鸣，因此他很快变成支持者，跟妻子一起加入查韦兹的团队，并且在1998年透过选举将查韦兹推上总统大位。查韦兹当选总统之后，马杜罗因为忠心而受到重用，先是从公车司机变成制定新宪法的委员，再一路从国会议员、国会议长、外交部长，最后当到副总统。但是在充满领袖魅力的总统身边，马杜罗最为人所知的并不是某项出众的能力，而是他对查韦兹的完全服从。就算身为副总统，马杜罗也总是安分地待在查韦兹的阴影之下，看起来完全没有取代总统的野心。一般来说，缺乏野心可能是政治人物的致命伤，但是在查韦兹眼中，马杜罗的忠心跟顺从却是能够延续自己政治路线的绝佳人选。他因此指定马杜罗担任接班人，希望选民把对自己的支持转移到马杜罗身上。本来总是紧跟在查韦兹后面的马杜罗，从此被推到众人之前，以查韦兹之子的口号竞选总统。然而，委内瑞拉的民众很快就发现，马杜罗这位查韦兹之子跟前任总统天差地别。查韦兹被认为是100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奇才，拥有非凡的个人魅力跟口才，可以让不同背景、不同想法的人都心甘情愿为他效劳。虽然查韦兹常被批评为是独裁者，但是他在选举中也有获得多数选票的实力。相较之下，马杜罗明显缺乏领袖魅力。他虽然模仿查韦兹的说话方式跟手势，甚至在竞选活动中宣称查韦兹曾经化身小鸟显灵，想要说服查韦兹的支持者投给他，但这些努力显然对选情的帮助不大。过去查韦斯曾大赢9.5%选票的优势，到了马杜罗手中，变成以不到2%的差距险胜对手当选总统。马杜罗上任之后，比不上查韦兹的阴影还是在他身上挥之不去。他不如查韦兹擅长跟民众沟通，在政府内部的影响力也比较弱。但是除了内忧之外，外界环境也对马杜罗造成重击。先帮大家科普一下，委内瑞拉的石油储藏量估计是世界第一多。丰富的石油资源让委内瑞拉曾经是南美洲最富裕的国家。然而，委内瑞拉过度依赖石油收入，政府没有投入太多资源去发展国内其他产业，因此连很多基本的食品或商品都必须仰赖进口。随着石油价格在2014年从每桶超过$100暴跌到每桶不到$35，委内瑞拉的经济也遭到重创，石油收入的大幅减少，让进口物资的预算也连带下降，接着带来严重的物资缺乏跟通货膨胀，民众对马杜罗的支持率也跟着油价一起下跌，并开始走上街头表达对政府的不满。靠着查韦兹光环上台的马杜罗，现在面对油价暴跌的国际现实，还有国内反对声浪对政权带来的挑战。但是这位被讥笑只会模仿前任的查韦兹之子，在接下来10几年的统治生涯里，却能牢牢地把国家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他靠的又是什么政治手段呢？在进入下一段内容之前，几百集的影片为什么还换不到你的订阅呢？现在就按下订阅，加入我们吧！Bastante hijos de Bolívar y de Chávez estamos aquí.
yanqui, bastantes cojones y ovarios tiene este pueblo para ir a la victoria y cobrarse la guerra económica. ¡Burgués parásito！ 才刚上任不久，就不断被民众抗议的马杜罗，很快就找出应对局势的方法。他一方面延续查韦兹时代的说法，告诉民众生活会这么苦，都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制裁，想要把国家治理不善的责任推到美国身上。另一方面，马杜罗也把脑筋动到军方身上，希望拉拢军方来帮助他稳定局势。虽然委内瑞拉军方以前就有利用军事支持来交换金钱或权力的记录，但是油价暴跌之后，马杜罗失去石油带来的大量财富，他又有什么本钱来拉拢军方呢？马杜罗想出一个方法，就是让军方将领可以进入国营或私营企业任职，允许他们透过政府合约获得利益，来建立类似合伙人的关系。举例来说，根据非营利调查报道机构 OCCRP 的报道，截至2019年，委内瑞拉军队的312名将军当中，有84名在承揽政府业务的公司任职，其中更有35名将军担任私人公司的董事。多年来，他们跟国营企业签订了200多份合约，从广告、医疗到玩具等产业，都是他们谋取私利的范围。其实，根据委内瑞拉的法律，公职人员被禁止利用职权来获得利益。但是，根据资料，将军的月薪也仅有8.9美元，大约等于台币280元。所以，当马杜罗让这些军官有机会获得高额利益的时候，大概很少有人能够拒绝。除此之外，马杜罗的盟友还有一个从汇率赚钱的奇招。以2016年的数据来举例，跟政府关系亲近的人，如果承诺做进口生意，就可以用官方货币10玻利瓦换1美元的汇率，便宜买进美元。一般老百姓的汇率则是670玻利瓦换1美元。但是因为国内物资缺乏，民众只能转向黑市购买商品，而黑市的汇率涨幅惊人，1美元的价值在1个月之内就从1500玻利瓦涨到超过4000玻利瓦。所以那些享有优惠汇率的马杜罗盟友根本不需要做进口生意，只要到黑市转卖自己便宜换到的美元，就能大赚一笔。就这样，马杜罗允许军方进入国营或私营企业来传达：你们保护我，让我掌握权力，我就让你们有机会获利。而军官为了赚钱，也愿意服从马杜罗的指令，去镇压反对势力，甚至伤害人权。同时，军方因为害怕自己的黑历史被追究，也会努力帮助马杜罗巩固地位。军方跟马杜罗的政府就形成了紧密的共犯结构，从国家跟人民身上得到利益。当马杜罗为了稳住权力跟军方结盟的时候，人民却必须承受经济崩溃的代价。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统计，截至2025年3月，已经有将近800万人，也就是大约1/4的人口，为了生存逃离委内瑞拉。既然委内瑞拉的困境有不少是马杜罗造成的，那么人民难道没有想过要推翻他吗？在马杜罗统治之下的委内瑞拉，其实还是有反对党，有大约20个政党组成一个名叫民主团结平台的联盟。这些政党的意识形态横跨左翼、中左翼、中间派到右翼，但共同点都是反对马杜罗政权。而大家最熟悉的反对派人物，大概是202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马查多曾经在2023年宣布竞选总统，但是政府以马查多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有财务违规行为的理由，勒令马查多15年内禁止参选。后来，前外交官贡萨雷兹代替马查多跟马杜罗竞选，不过选举结果却引发争议。选委会声称，马杜罗以超过51%的得票率赢得第3任总统任期。然而，反对派表示，根据选前民调跟搜集的计票结果，获胜者应该是贡萨雷兹。被选委会邀来观察选举的卡特中心也表示，这一次选举缺乏透明度，无法独立验证结果，不能被视为是民主选举。但是当贡萨雷兹跟马查多等反对派领袖对马杜罗的当选提出抗议之后，贡萨雷兹被政府通缉，最后流亡西班牙，而马查多则是受到生命威胁，被迫在国内躲藏了1年多，才在外界帮助之下离开委内瑞拉。
其实不光是2024年的选举受到质疑，2018年的委内瑞拉大选，马杜罗也自行宣布胜选，完全无视外界对选举舞弊的质疑。后来也衍生出总统闹双包事件。关于这个事件，国际大风吹曾经做过介绍，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点上方的链接收看。从这些选举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委内瑞拉的人民对于马杜罗的统治并不是没有怨言，只是当反对派试图改变现状的时候，就会遭到马杜罗政府的打压。而且这些打压不只是针对台面上的反对派政治人物，一般的市井小民如果想要用选票对抗马杜罗，也可能被政府盯上。我们前面提到，委内瑞拉过去依赖石油收入，没有投入资源发展其他的产业，让很多基本的物资都依赖进口。在石油价格暴跌，造成国内经济崩溃之后，就出现严重的物资短缺。根据 Vox 的报道，委内瑞拉粮食不足的严重程度，甚至造成全国有75%的人口在2015年到2016年之间，平均减少约8.6公斤的体重。为了解决问题，马杜罗成立地方供应与生产委员会，宣布要以远低于黑市的价格，每个月向民众提供装有米、油、奶粉等生活物资的食物箱。实际上，食物箱可能几个月才发放一次，内容物的分量也不太固定。但是对生活在饥饿中的民众来说，食物箱就像是他们的救命稻草。然而，却不是所有人民都能拿到食物箱。委内瑞拉在2008年的时候，跟中国的中兴通讯合作，学习了中国利用证件来追踪人民行为的监控方式。马杜罗在发送食物箱的时候，也利用了这套系统，推动人民申办类似身份证的祖国卡。成功办卡的民众可以顺利领取食物箱、退休金、政府补贴等福利。但是民众却不知道，用户的个资还有社群软体使用情况、是否加入政党、是否投票等资讯，都会被政府看光光。有部分民众因为觉得祖国卡有疑虑而选择不办卡，却可能因此无法得到必需品。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有位受访民众就表示，医生因为他没有办卡，便拒绝开胰岛素处方给他，根本是利用需求来控制他。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中，也有民众因为支持反对派，结果无法购买食物箱的情形。当生活物资越来越难取得的时候，祖国卡跟食物箱的组合就成为马杜罗操控民众的武器。有些原本不愿意办卡的民众，为了活下去，不得不选择活在监控中，甚至为了拿到食物改变投票意愿，转而支持马杜罗政权。这就是即使国家民不聊生，反对派势力也存在，马杜罗却还是能牢牢掌权的原因。但马杜罗可能没想到，推翻自己政权的那股力量，竟然会来自美国。2026年的1月初，马杜罗在全世界震惊的眼光中，从家里被美军逮捕，48小时之后，就站在纽约的法庭上，面对涉嫌跨国贩毒与毒品恐怖主义等指控。消息传出之后，许多在美国的委内瑞拉移民走上街头，欢天喜地地庆祝本国总统倒台，甚至对川普表达谢意。It's a combination of feelings, of course. There's fears, there's excitement. There's so many years that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That something had to happen in Venezuela. We all need the freedom. 但是川普抓走马杜罗之后，委内瑞拉就可以走向光明的未来吗？从该国的石油产量还有政权交接情况来看，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委内瑞拉虽然拥有世界第一的石油储存量，但是这类石油开采难度极高，因此很仰赖国际石油公司的技术跟投资。但是到了2000年代，当时的委内瑞拉政府为了让国家石油公司对掌权者完全效忠，因此解雇了1.9万名的员工，连带失去大量专业人才。政府更要求合作的国际公司要将60%的股权交给国家石油公司，不少公司因此选择退出委内瑞拉市场。失去专业人员之后，当时的政府又把石油部门的资源拿去支持社会福利计划，没有继续投资石油产业跟维护基础设施。没人才、没资源的情况之下，马杜罗任内的石油产业每况愈下。去年年底的日产量不到100万桶，跟90年代末期每天产量超过300万桶的盛况相比，实在是天壤之别。
因此，当川普鼓吹美国的石油公司要重返委内瑞拉，并且希望他们投资至少1000亿美元的时候，这些公司都兴趣缺缺。另一方面，马杜罗被逮捕之后，在美国的默许之下，实际掌握委内瑞拉政权的是马杜罗的副总统罗德里格斯，而不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查多。根据川普的说法，是因为马查多在国内没有足以担任领导人的声望。前美国驻委内瑞拉大使表示，这代表在美国的眼中，稳定比民主更重要。因此，在目前的委内瑞拉政府里面，虽然少了马杜罗的身影，但是掌握行政跟军事权力的人都还是马杜罗的老班底。代理总统跟马杜罗一样，利用美国是侵略者的说法来凝聚民众的支持，也一样维持着跟军方的合作关系来稳定权力。马杜罗为了守住权力，不惜以国家的发展跟人民的生存为代价，数十年来让委内瑞拉陷入饥饿、不自由又贫穷的惨况。如今马杜罗虽然被逮捕，但是权力结构如果没有变化，委内瑞拉人民的未来在短期之内恐怕还看不到希望的曙光。国际大人物，我们下期见。最后呢，补充一个冷知识，马杜罗为了强化自己的强人形象，创造了一个叫做超级大胡子的角色。这个超级英雄呢，长得跟马杜罗很像，任务是保护国家不受美国帝国主义的伤害。但讽刺的是，马杜罗最后还是栽在美国手上，从家中被狼狈的逮捕到美国受审。最后，欢迎大家继续用子涵跟你说这个 hashtag 在影片下方留言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继续许愿想看的人物故事。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还不错，也请分享影片、订阅频道，也可以加入会员来支持我们哦。最后，要特别感谢干爹干妈等级的会员，有你们的支持，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